大家好，咁見到我呢部車呢，就知道我哋有新嘅計劃啦。我哋而家呢，就準備啟程啊，去呢個西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龙山服务区，应该是在广东的英德。我们呢今天会从广东出发，有一个算是比较长时间的自驾游的计划。我们会先到西安，然后从西安进四川。从四川走318到西藏，然后西藏之后会去阿里，阿里过后我们从西藏出来走云南，然后再从云南回来，是兜这么一圈的一个行程。然后看看之后我们这一圈能走多少公里啊？对，因为今天的话呢，应该都是一直在路上，准确的来说是一直在高速路上。对的，对的，今天应该是先从广东到这个衡阳，对，所以今天一天都在路上了，应该是没什么特别。对，啊，这个今天的天气非常热啊，哎呦，在路上也还好吧，在车里面吹吹空调，就是辛苦司机先生了。之后看看有机会我们再介绍我们带了什么东西。之后呢，我们会再详细介绍自驾游这次帶了什麼東西。那今天就這樣吧，我們先去趕路吧。呢度呢，就係我嘅行車記錄儀啊，咁樣而家已經行咗155公里啊，我睇下我哋呢一轉翻嚟呢係行咗幾多公里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到衡阳了。今天一天有600多公里的路程吧，虽然很累，但是路上还算顺利，然后路上也蛮通畅的。我们现在背后这里就是湘江了，我们住在湘江边的快捷酒店。衡阳给我的印象大概就是衡山派夷陵小师妹的那个衡山吧。然后这个城市我觉得交通还是比较好的，虽然不算很大，但是呢在湘江边走走，晚上有风吹着很舒服，哎呦，是比深圳凉快多了。然后酒店这里的就是同等条件的连锁酒店也不贵，蛮便宜的，100多一点点就可以住到比较好点的连锁了。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小城市的优势吧。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去吃饭，看一看物价怎么样，耶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岳阳了。昨天晚上大概3点多快4点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插曲，就是不知道酒店哪间房间的客人抽烟触发了烟雾报警，然后整栋楼全部停电，然后广播说让从安全出口有序撤离，然后就是整个兵荒马乱吧。3点多的时候大家全部都睡眼朦胧的，然后走到大厅然后到下面又没事了，折腾了一下，晚上也没睡好，然后今天整个人都很没精神，早餐也没胃口吃，现在准备出发去岳阳了。这有个摩天轮，可能修好之后能坐着摩天轮看湘江夜景，也蛮不错的。一点小状况。就是现在离下一个加油站还有19公里，然后我们忘记加油了，系统预估还能走44公里，然后前方在堵车，希望可以撑得到吧。哎呀，有惊无险的到加油站了，看来这加一缸油差不多能跑700公里，看看加满是多少钱。加满一箱油是377块钱，差不多能跑700公里。電混的車還是很省油的。終於加上油啦，叫做有驚無險啦。主要係因為尋日加咗油，好唔習慣，第二日又要加油，所以今朝一時冇留意到呢個油缸差唔多冇油啦。今日我哋嘅目的地係岳陽，去到岳陽就休息下，好鬼攰啊，開咗成日車。
到咗個休息點啊！呢度係泡即食麵專區啊！中國人真係中意食即食麵嘅，真係。睇到佢哋食即食麵，我都想食啊！真係。我哋今日到咗岳陽啦，所以順便嚟參觀一下岳陽樓。呢一邊呢，就係傳説中嘅800里洞庭湖啦。不過而家已經接近黃昏時間啦。前面呢度就係岳陽樓啊。四圍都係廣播啊，好嘈啊！而家我哋眼前睇到嘅就係岳陽樓啦。岳陽樓咧始建喺唐朝，後尾喺宋朝重建。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嘅呢一座岳陽樓咧，其實喺清朝嘅光緒年間啦。而且佢呢一個岳陽樓嘅原本嘅位置咧，並唔係喺呢一度嘅。而呢度岳陽樓因為年年都翻新啦，咁而家睇到咧，佢都好新淨。岳陽樓我第2次嚟㗎啦。相比我上次嚟咧，佢更加新淨咗。嗨，大家好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背后这里就是岳阳楼，然后晚上6点之后进来，夜间票是半价了。但是这个景区啊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热，太热了。反正怎么说呢，这个景区好像蛮大的，什么洞庭湖啦，走走逛逛。如果是你要能背诵的下来《岳阳楼记》全文的话，可以说提前好像是可以在小程序上提前预约的，每天上午下午各100个名额，可以背诵就免门票了。不过我已经过了高考之后知识储备量最丰富的时候了，我现在也只能记得2句了，耶、岳陽樓正對住嘅就係洞庭湖啦。比較有趣嘅事咧，就係岳陽樓最有名嘅就係《岳陽樓記》咯。但係《岳陽樓記》咧寫嘅岳陽樓咧，並唔係而家眼前睇到嘅呢一座岳陽樓啊。《岳陽樓記》寫嘅岳陽樓咧，其實係宋代嘅岳陽樓啊。但係呢一座岳陽樓咧，其實係始建於清朝嘅，係清代嘅岳陽樓。宋代嘅岳陽樓咧，已經係拆咗㗎啦。而这明威将军徐达在岳州巡逻的时候呢，发现这呢啲係文創雪糕啊，越嚟越貴啦！而家28蚊一支啊，好鬼貴，我都食唔起啦。呢啲模型呢，就係幾個朝代唔同岳陽樓嘅造型啊，應該係有清代啊、宋代啊、唐代啊。今日嘅天氣真係熱到爆表啊！就算而家係夜晚嘅7點半啦，呢度都非常之熱。咁我哋逛完一圈之後呢，就出去食飯啦。聽日繼續出發。寶子們、家人們、老鐵們，動動各位發財的小手，一鍵3連，關注主播不迷路，耶！